的享受69折优惠。我选择深夜去吃海底捞，没想到刚坐下，菜单上缓缓出现几条规则：一、不要在海底捞店大声喧哗；二、只能与红马甲服务员说话，不能拒绝他的请求；三、杯中饮料喝完后，请在30秒内找服务员添加；四、不能吃辣的顾客面前不能出现辣锅；五、不要让女厕所的小女孩抓到你；六、不要伤害店内的宠物狗；七、找到顾客中隐藏的规则制定者将获得1次惩戒权利。我环顾四周，发现其他顾客也被这份点菜页面吓到了，表情凝重。几名服务员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，大家吓得大气不敢出，整个店内充斥着紧张的气氛。忽然，一位光头大哥站了起来，他指着服务员骂骂咧咧：“什么破店，好好吃个饭，搞这种名堂，别再装神弄鬼了，让你们经理滚出来！”空气像是瞬间被凝固住般，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因为游戏规则的第1条就是不许在店内大声喧哗。服务员歪了歪脑袋，脖子处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。光头大哥继续骂道：“就不应该半夜来吃火锅，真晦气！”话音未落，光头大哥像是看到什么恐怖的东西，呆呆地立在原地。他像魔怔了般目视前方，嘴里不住喊着：“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啊！”我朝目光的方向看去，明明什么都没有。下一秒，光头哥就被爆头嘎掉了。然而坐在光头大哥对面的女人吓得发出刺耳的尖叫。完了，她也违反了规则。果不其然，几秒后，女人紧跟着爆眼而嘎。我看着眼前的情景，吓得合不拢嘴。这时播报声响起：“尊敬的顾客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深夜海底捞游戏。从此刻起，你们将与外界隔绝，只有坚守秘密到最后的一个人才能活着走出这里。这是一场正义者的审判，请大家争取在凌晨2点之前完成任务。凌晨2点后，店内剩余的人员将强制清除。1号、2号出局，游戏继续。”话音刚落，周围就议论纷纷。然而刚刚光头男和女人的菜单上出现了一行字：1号，在逃杀人犯，曾伤害过1名流浪老人；2号，黑心老板娘，售卖劣质眼药水，致使多人失明。紧接着，每个人的头顶上都出现了一串闪着蓝光的小字：心理医生、老师、美容师、宠物博主、网络主播、学生，每个人的身份都完全公开了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光头男和女人的死法对应着他们做的恶事，只要出局就可以显示出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秘密。想要赢得游戏，只有一种办法，那就是除掉其他顾客。一时间人心惶惶，提示音再次响起：请大家争取在凌晨2点前走出这里。凌晨2点后，店内剩余的人员将强制清除。现在距离凌晨2点还剩下1个半小时，如果一直按兵不动，只有一个结果，那就是嘎。就在我想采取行动之时，网络主播忽然站起来，掏出一把匕首刺向旁边的心理医生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就在匕首即将刺向心理医生的一刹那，服务员忽然闪现在了他们面前，匕首被服务员夺过来，扔了10米远。3号暴力行凶，警告1次。我咽了咽口水，既然不能使用暴力，就只能靠游戏规则了。这时那位劫后余生的心理医生冲我敲了敲桌前的饮料杯，心理医生敲得很有规律。我疑惑地看着他，忽然我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猛地低头看向自己的杯子，我的饮料已经喝完了。第3条规则说过，杯子里的饮料喝完后，请在30秒内找服务员添加。我赶紧挥手示意服务员，服务员像鬼一样飘了过来，为我倒完饮料后，服务员并没有离开，而是一直站在我面前。我低着头，紧张的冷汗直流。亲爱的顾客，请问你需要肥牛卷吗？这种情况下，谁还能吃得下肥牛卷？我刚想拒绝，猛地想起之前菜单上的规则2，请不要拒绝红马甲服务员的请求。我用余光瞄向服务员穿的马甲，正是红色的。需要。很快，服务员就将一块鲜肉放在了我的盘子里。这不会就是我要的肥牛卷吧？这明明就是刚刚光头男身上的腹肌啊！然而服务员死死地盯着我。亲爱的顾客，请问是你哪里不舒服吗？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。我有点肚子疼，想去厕所。服务员瞪大眼睛。亲爱的顾客，卫生间在直走左手边，请您速去速回。来到厕所后，我坐在马桶上喘着粗气。与此同时，手机屏幕亮了起来，凌晨1点的数字映入眼帘。现在距离凌晨2点就只剩下1个小时了，除了我之外，还剩下5个人。我要怎样才能在1个小时内除掉这4个人呢？就在我苦恼之际，旁边的隔间响起了阴森的歌声。好长的一条鱼巷，为什么我走不出去？大雨淋湿了我的头发。歌声断断续续，伴随着呜呜咽咽的哭声。我虎躯一震，猛地想起规则里有1条，不要让女厕所的小女孩抓到你。我停下了提裤子的动作，生怕布料摩擦的声音引来隔壁间的注意。女孩继续唱道：大雨淋湿了我的头发，多亏了他为我撑伞。诡异的歌词配上小女孩诡异的腔调，我额头的细汗越来越密，麻木的腿已经要撑不住了。
终于我忍不住动了动右腿，结果一不小心踢到了旁边的垃圾桶。与此同时，隔壁间的歌声也停止了，我像石化一般僵硬在原地，一只手从隔板下面伸了过来，以一种极其怪异的姿势在摸索什么。我知道他是在试探隔壁间有没有人，我强忍着双腿的麻木，一点点躲开他的摸索。那只怪异的手摸索了一阵，什么也没有发现。我不能确定小女孩什么时候能离开厕所，于是我鼓足勇气打开了厕所门。厕所外什么也没有，只有店里放着的奇怪音乐。就在我准备离开时，我抬头看到了对面洗手台的镜子，镜子里那名小女孩正站在我身后，露出诡异的笑容。说实话，如果不是大声喧哗会违反海底捞规则，我早就尖叫出声。我透过镜子看到了她湿漉漉正滴着水的头发，以及那张满是伤痕的脸。就在我闭上眼睛准备听天由命时，小女孩却忽然转身向其他方向走去。我这才注意到她的2只眼睛已经瞎了。回到座位后，我惊魂未定地环顾四周，发现顾客少了2位，分别是老师和网络主播。就在疑惑之际，食物的香味飘到我的鼻腔里，我这才发现服务员已经帮我把虾滑下好了。经过这一夜的惊魂，我的肚子早就饿了，正准备吃点虾滑垫垫肚子，忽然感到脚下有什么东西在蹭我。我低头一看，一只小狗正趴在我的脚下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因为这只小狗没有皮毛，它不会就是规则里提到的宠物狗吧？我急忙把番茄锅里的虾滑端到小狗面前，小狗把头伸向盘中大快朵颐。它每多吃1块虾滑，皮肉就长出1分。一整盘虾滑吃完后，它恢复成正常小狗的模样。就在这时，厕所发出一声巨响，网络主播从厕所里冲出来，头发凌乱，眼神恍惚。色眯眯的老师也从厕所里出来。你这个恶魔！老师挑了挑眉，神态淡漠。不是苏小姐你约我的吗？网络主播咬牙切齿。要不是你骗我说已经找到了隐藏的规则制定者，我才不会委身。老师打断了网络主播的话。看看你杯子里的饮料吧。网络主播这才缓过神来，他惊恐地看向桌子，他的杯子里空空如也。苏小姐，不好意思了，我在你去厕所赴约的时候，一不小心把饮料打翻了。苏小姐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你这个疯子，我要嘎了你！网络主播彻底失去理智，他疯了般地扑向那位猥琐的老师。穿着红马甲的服务员又出现了，拦住了网络主播的去路。3号玩家暴力行凶，累计2次。话音刚落，网络主播的面容就开始腐烂，五官逐渐扭曲变形。3号的菜单上出现一行小字：3号。黑心网络主播曾设计杀死了自己的整容医生，所以他的嘎法是五官溃烂。在网络主播彻底咽气后，整个海底捞店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。这时，厕所又传来了小女孩的歌声。好长的一条鱼香，为什么我走不出去？听到小女孩的歌声，老师的脸色微微一变，他好像知道点什么。这时，隔壁桌的美容师忽然招了招手：“我的饮料喝完了，请帮我倒一下。”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美容师看，因为朝他走过来的是一位穿着白色马甲的服务员，美容师是一位红绿色盲，他丝毫没有意识到不妥。我不喜欢喝酸梅汤，你给我换成西瓜汁。好的，顾客，请稍等。下一秒，他就把美容师按进了沸腾的锅里，美容师甚至来不及惨叫，他的脸就被烫熟了。菜单上也紧跟着显示出4号的秘密：4号。黑心美容师，无证上岗美容店，机械高温事故，致使多人脸部受伤。原来这些奇怪的服务员就是这场事故中的受害者，怪不得一个个都面目全非。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也许这个店里出现的所有 NPC 都与顾客隐藏的秘密有关。我大胆猜测，宠物狗也许和那个宠物博主有关系。于是我抱起小狗向宠物博主走去，他看到我走来，露出警惕的表情。我用平和的语气说道：“我在某音上关注了您的账号，知道您特别喜欢小动物。”我把怀中的小狗向宠物博主展示了下，谁知他看到我怀里的小狗后，满脸惊恐：“拿走，拿走！”宠物博主急忙的挥手，像是看到了什么避之不及的东西。您看这小狗多可爱呀！我抱着小狗，故意往它身上靠。滚开呀！宠物博主一个抬手，手机不小心掉进了锅里，锅底的热汤溅出来，洒在小狗身上。小狗痛苦的嚎叫一声。忽然，宠物博主像是想到了什么，而我却露出得逞的笑容，因为他违反了第6条规则，不要伤害宠物狗。我怀里的宠物狗忽然跳出我的怀抱，冲着宠物博主龇牙咧嘴。宠物博主双眼瞪大，惊恐后退。下一秒，无数只小狗从角落里冒出，它们扑倒宠物博主，大口撕咬起来。菜单上也紧跟着显示出5号的秘密。5号，黑心宠物博主曾伤害过无数只宠物狗，并将这些狗狗剥皮卖给了狗肉店，又解决掉一个对手。除了我之外，还剩下2个顾客。就在我考虑下一步该如何动手之时，那恐怖的歌声再次响起。好长的一条鱼香，为什么我走不出去？听到歌声后的老师忍不住颤抖起来。我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一个想法，我举起手向服务员示意想去厕所。临走前，我还特意将装有饮料的杯子藏了起来，毕竟有网络主播的前车之鉴，我不得不防。来到厕所门，正好看到那个失去眼睛的小女孩在门口照镜子。在我缓缓靠近时，小女孩猛地转过身来，
我打开手机播放音乐，果不其然，这很快引起了小女孩的注意。终于，在我的故意引导下，小女孩走出厕所来到了大厅。看到小女孩的那一刻，老师的脸色陡然一变。我走到老师桌子前，关掉了音乐。小女孩则在音乐消失后茫然地停下了脚步。接着我顺势坐到了老师对面的座位上。老师恶狠狠地盯着我，你想耍什么花样？我微微一笑，接着又开始播放起音乐。然而再次听到歌声后的小女孩缓缓朝老师走来，老师面目狰狞，可她竟然灵机一动跑到了我的座位上。我关掉音乐，嘴角微微一笑，因为她成功违反了第4条规则，不能吃辣的顾客面前不能出现辣锅。是的，刚才去厕所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老师面前的锅底是清汤和菌汤的，所以我断定老师不能吃辣，于是我才设计了这个圈套。下一秒，那个小女孩突然变得狂躁起来，猛地扑向了老师。与此同时，老师的秘密也被公布，6号黑心老师曾经在一个小雨天侵犯了一名女学生，接下来就只剩下最后那名心理医生了。心理医生似乎根本不关心其他人的死活，一直在不停地敲着桌上的杯子，而我却从容地走到了他的身边，然后冲服务员喊道：他是隐藏的规则制定者。听到这句话，心理医生惊呆地看着我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很简单，我从这场游戏一开始就在观察每个人的表情，在场所有人都不敢直面自己恐惧的东西，而你却完全不一样，不仅没有自己害怕的东西，并且还是一副吃瓜看戏的样子，所以我断定你一定是那个隐藏的规则制定者。心理医生听完我的分析后，忍不住鼓起了掌，接着对我说了句：我们下次再见，然后便消失不见。我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，正好是2点，我立马以最快的速度朝门外冲去，可还是晚了一步，时间正好卡在了2点01分。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狗运的原因，我依旧成功逃离了这家火锅店。事后听这里的工作人员说，这里从始至终就没有存在过什么火锅店，而我所经历的一切也并不打算告诉其他人，因为我也不想让我的秘密被别人知道。况且那个小女孩这么可怜，就在我得意洋洋以为自己逃离审判时，刚推开门，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：尊敬的顾客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深夜海底捞游戏。夜有人在群里发消息，想嘎人，有人想死吗？501的小情侣调侃回复：不想活了，你来吧。几分钟后，小情侣躺在血泊中的照片被发了出来。还有人报名吗？没人的话，我可随机了。看到照片的一瞬间，我吓得从床上弹了起来。照片里501的小情侣浑身是血的倒在茶几的旁边，身边的季涵被我吵醒。我去，这怎么回事？他指着屏幕的手哆哆嗦嗦。这时手机再次响起，群里的消息如潮水般涌了出来。先开口的是302，我去，你玩真的？403也紧随其后，搞什么呀？大半夜的吓唬谁呢？102，这照片一看就是 P 的，你们仔细看那男的手，都快 P 成6个指头了。我放大那张照片仔细端详，哎，真的是6个手指头。季涵将手机抢了过去，沉思片刻，这张图没有 P， 而且我记得好像那个男生就是6根手指，是吗？我刚刚放下的心再次被揪了起来。季涵是广告公司的，对照片的敏感度很高，他说不是 P 的，那大概率就不是了。这时501突然发来了一串语音，一个用了变声器的声音在室内回荡。还有人报名吗？没人的话，我可随机了。季涵惊恐开口：这人疯了！别说废话了，赶紧报警吧！我年纪轻轻的可不想死在他手里。季涵嗯了一声，我走到房门前将门反锁。警局的电话接通了，季涵3言2语的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，得到的回复是：这几分钟内已经接到了3个人的报警电话了，他们正在往这边赶。听到这里，我重重的松了口气，打开手机，我看到502的业主重新拉了个新群，里面是502、403、102、302跟我。这时502发来消息，我刚才看到一个男人拎着刀从501家里出来下楼去了，刀上全都是血，那个男人戴着口罩和帽子，看不清他的脸，我不确定是不是宋哥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报警一直忙线，我急忙打字说自己已经报过警了。警察在来的路上，其他几个邻居都说自己报警的时候提示线路繁忙，根本没有打通。奇怪，季涵刚刚说有3个邻居也报警了呀。我下意识地看向季涵，正想开口询问，他突然冲我招了下手。与此同时，门外传来了下楼的脚步声，透过猫眼看去，一只瞳孔正死死地贴在猫眼的位置。我吓得捂住了自己的嘴巴，靠在门上。冷静过后，我再次大着胆子从猫眼看过去，宋哥已经走到了中间电梯的位置。这时手机再次响起，是302的业主给我发的私信：小将，宋哥站在咱俩的门外面呢，下一个不会是咱们2家吧？你说这可怎么办？要不咱们一起出去把他扑倒，咱们3个人还打不过他一个吗？季涵则是非常赞同302的想法。不对，302没有安猫眼，他一直说猫眼是个很不安全的东西，别人要是把猫眼给撬开，就能将铁丝伸进去把门打开。既然他看不到，又怎么知道宋哥站在外面呢？现在外面的那个人穿着一身黑，
戴着帽子跟口罩，根本看不清楚到底长什么样。最重要的是，只要我们不出去就是安全的。外面那个男人冲我们这边深深的看了一眼后，直直的冲着302的方向走了过去，在门口顿了几下后，缓缓打开了302的门。季寒眉头紧皱的向我询问：走了吗？他进对面了。进去了？怎么进去的？撬门？季寒一连串问了我几个问题。不像，看着好像直接打开门就进去了。不对啊，那个人直接开门就进去了。502也说看不清楚凶手的样子，你说会不会是302假扮宋哥杀的人啊？季寒这会儿也是慌了神，我又不认识他俩，怎么可能知道啊？这时手机响起，是宋哥拿着302的手机发来的消息，是302满身是血的躺在地上的照片。接着又发来几串语音。再问一遍，有人报名吗？没人的话，我继续随机了，或者公平点，你们投票，谁票数最多，我就先杀谁。我全身冰凉，站在原地。你刚才电话到底打通没啊？怎么警察还没来？打通了啊，我再打一个。太晦气了，来你家借住几天就遇上这样的破事儿。他当着我的面再次拨通了电话，对面是个温柔的女生。我噼里啪啦的将事情再说了一遍。警察姐姐，死俩人了，你们快来啊！对方再三承诺，警察已经在路上了，我才稍稍的松了口气，火速重新拉了个群，把剩下的几个人都拉了进来。我刚才看见他进302了，但奇怪的是，不是撞门，不是撬门，而是直接开门进去的。403明白了我话里的意思，他俩该不会是合伙的吧？没沟通好，所以宋哥把302给杀了。我回复合伙，为什么合伙？他们之间有什么恩怨吗？这时403私聊我发来的消息，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，他们3家前几天吵架都动刀了。他儿子小友今年7岁，转来城里上小学，上了没几天就遭遇了严重的校园霸凌。那群中产阶级人家的学生，连续1个周将他儿子堵在学校旁边的小巷子里，让他下跪，逼他舔鞋子上的垃圾，往他身上撒尿。小友初来乍到，不敢告诉家长跟老师，最后受不了跳楼自杀了。他说完后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前几天在某个短视频平台上曾经看到过这一幕，原来里面被欺负的那个小孩子是他的儿子，但这跟小情侣还有302什么关系啊？403继续跟我说，小友死后，宋哥跟嫂子就一蹶不振，低迷了很久。302许氏看他们也很惨，就给宋哥介绍了个外地的活，结果一来二去的就有人传，趁着宋哥不在家，嫂子跟302搞上了。巧的是501的小情侣就曾经看到嫂子从302走出来，宋哥从外地回来后就恼了，拎着刀就去找了501的小情侣，当时都惊动了警察，所以很有可能302跟210合起伙来弄死了那对小情侣。最后宋哥气不过还是宰了302。我不在的这几天居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没跟我说呢？季寒慢半拍的啊了一声，表情有些紧张。我又没出过门，我怎么会知道啊？再说了，我跟他们不熟，谁会给我讲这种八卦？我正欲开口，502在大群里发了消息，我想起来了，宋哥的主页是安指纹锁的，咱们这一栋的人家都是谁让他装的指纹锁？有没有可能刚才是他打开了302的门？我和季寒四目相对，脸色都难看得很。坏了，我的指纹锁就是他装的，那时候他给我便宜了200块钱，为此我还请他吃了一顿饭。而且刚才他进302之前的时候，曾盯着我们这边看了好久。下一个会不会？这时门口发出了滴的一声，我和季寒同时看向门口，熟悉的声音响起，解锁成功。那一瞬间，我体会到了什么叫汗毛倒竖。季寒反应比我快，你愣着干嘛呢？抄家伙！我这才反应过来，捡起一把扫帚防身。一阵风吹过，门发出吱呀的声音。几分钟过去了，没有人进来。见状，我们将家里的沙发拖过来，死死地挡住了门。季寒爬起来，表情严肃地看着我。你不觉得今天这件事很奇怪吗？我嗯了一声，是很奇怪。宋哥平时脾气很好的，今晚脾气急躁的不像是同一个人，难道真让403说中了？只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私事？不只是他们，群里的其他人也很奇怪，他们一直说报警打不通电话，但是我打通了，你刚刚也听到了，警方那边说往这边来了。经季寒这么一提醒，我猛拍了下脑袋，怎么其他人都说报警没成功，偏偏季寒报警就有人接？还有501的小情侣，傍晚回家的时候，我分明看到他们跟自己的朋友一起回来的，手中还拎着不少酒，说今晚要不醉不归。宋哥杀死了那对小情侣，那些朋友去哪里了呢？宋哥是怎么进的501的家里？凭他一个人怎么无声无息地杀死了2个人？还有季寒，他真的不知道这些事情吗？这时小群里再次有人发来消息，是502，那个人在我的门外面，怎么办？下一个会不会是我？我还没活够。迟迟没怎么说话的102开口道，怕什么？这件事跟咱们没啥关系。我也安慰道，对，你把门反锁好，刚刚他都打开我家门了，都没进来。我也觉得这件事跟咱们没关系。这时102突然给我发来了私信，你都知道了，403跟你说的吧？你的室友在你旁边吗？正巧季寒伸头往我这边看来，我下意识地把手机锁了屏。怎么了？有什么秘密是我不能看的？我笑得尴尬，
之前追我那个同事，没啥大事儿。我借口去厕所打开了跟102的聊天记录，他没在，怎么了？对方回得很快，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室友应该没给你讲前几天宋哥发生的那些事情吧？他不知道真是笑话。知道为什么开了你的门吗？前几天那件事，你的舍友可是出了不少力呢。小情侣看见嫂子从302家里出来这件事是季涵说的，他人比较直，看到事情就都会说出来的。在学校他就这样，但是那对小情侣说自己从没有看到嫂子从302出来过。你说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我的第一反应便是季涵说谎了。我和季涵是大学同学，他在学校的时候就爱这样，喜欢把事情夸大到脱离事情原本的样子。403跟你室友好像关系很密切，我总觉得你室友来这里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你还没好啊？季涵的声音从外面传来，我下意识地删掉了自己跟102的聊天记录，佯装肚子疼从厕所走了出去。警察还没有来，502的小姑娘说话了吗？她没事吧？我这才想起来502从刚才就一直没在发言，赶忙询问她，你没事吧？那人走了吗？等了半天小姑娘一直没有回话。季涵瞄着我的手机，小姑娘不会出事了吧？万一那个男人真的进去了，要不去看看呢？想了想，还是在群里问道，我们想去看看5楼那个小女孩，你们有一起去的吗？5楼的小李算是我们这栋楼的楼宠，平时见面都是哥哥姐姐的叫着。这时候小李在群里发来了一条2秒钟的语音，救我！403的大哥首先开口，去看看，咱们好几个人，难道还打不过一个人？102也附和着，我们在2楼汇合，然后拿着东西去5楼。事不宜迟，我拿着水果刀就要往外冲，就在我开门的那一瞬，季涵突然扯住了我的胳膊。你不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吗？从一开始302就说让我们出去，好不容易挨到现在了，警察都快到了，咱们为了小李还是要出去。但我觉得宋哥对咱们没有恶意，如果真的想杀我，刚才门都开了，他为什么不进来啊？提到宋哥，季涵的脸上闪过一丝惊慌，难道刚才102说的都是真的？季涵在那出大型的伦理剧里面充当了重要的角色，我总觉得有人在故意引我们出去。我顿了几秒，说到底你是来借住的，跟这些邻居也没有感情，你在家等着，我自己过去。他像是松了口气，那你自己去吧，注意安全。走到门口，我突然回头，却看到季涵正在低头拿手机跟什么人发消息。我走出家门的一瞬，身后传来了反锁门的声音。可当我再次回来时，季涵死了，死在了我家里。早上睡得好好的，突然被一阵急促的警报声惊醒。接着业主群发来一条消息：大雾7天后消散，在此期间请遵守以下规则：1. 物里有毒，在此期间请不要接触大雾。2. 冰箱里无论有多少食物，也只能吃1天。3. 家里是安全的，不过只能1个人待在家里，如果家里有2人及以上就会集体死亡。4. 假设食物吃完，你可以下楼去买食物。5. 不要相信任何人，请保护好自己，若是有人敲门，千万不要开门。6. 社区没有服务人员，若有人自称是服务人员，一定是冒充的。7. 大雾期间千万不要出门。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发群消息的人，竟然是物业经理老陆。起初大家都以为是老陆闲着没事搞恶作剧，直到群里发出一张女人惨死的照片，所有人瞬间炸开了锅。一个女人面色惨白地躺在地上，她竟然七窍流血嘎了。我顿感后背发凉，赶紧在群里询问这是怎么回事。我女朋友不相信，打开窗户把脑袋探出去，就变成了这个模样，这也太可怕了。我们该怎么办？为什么打电话报警没信号？看来规则可能是真的，是不是遵守规则就可以活过7天？不一定，规则里有很多矛盾的地方。难道这些规则有真有假？几条消息之后，群里突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砰砰砰，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。小周，我是你李姐，你家里有南瓜吗？大宝想喝南瓜粥。李姐住在我的楼下，是个单亲母亲，平日里对我很照顾。可一想到第5条规则，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抿紧嘴巴，不敢发出一点声响。李姐又喊了几声，直到走廊里传来了哒哒的脚步声，我才凑到猫眼向外望去。可李姐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了出来，一整只眼睛几乎都贴在了猫眼上，吓得我差点喊出来，心扑通扑通狂跳起来。小周，我知道你在家，你把门打开好吗？给我一个南瓜我就走。大宝真的想吃南瓜粥。李姐的声音有些嘶哑，带着一丝哀求。李姐，我家也没有南瓜。我下意识的拒绝。猫眼里，李姐的表情很诡异，似乎在笑。她转过身，僵直地向对面走去。她走到301的门口，突然停下脚步，再次敲门，嘴里依旧重复着刚才对我说过的话。301迟迟没有动静，李姐变得有些暴躁，用脑袋一下又一下重重地撞击着门板。她仿佛感觉不到疼痛，身体僵硬得像一块木头。谁啊？有病吧？301男人暴躁的质问声响起，下一秒是吱呀的开门声。我在心里为他捏了一把冷汗，只听见一声惨叫，男人径直地倒在了地上。不一会，我的房门再次被敲响。小周，
开个门，给我一个南瓜吧。李姐，我家里真的没有南瓜，大宝正在家里等你，你快回去吧。一听到女儿大宝的名字，李姐混沌的眼睛有了一丝光亮。宝宝在等我。随后她机械地转过身，僵硬地朝家的方向走去。没走几步，李姐突然一头栽倒在地上，没了声息。如果说301的男人是因为给陌生人开门，违反了第5条规则，可是李姐是什么原因答的呢？因为她出门了吗？真是太可怕了！好不容易熬到了中午，我决定熬点粥给自己补充些体力。可打开冰箱后，我有些发愣，早晨还很新鲜的蔬菜竟然都发蔫了，水果上还长了密密麻麻的斑点。我颤抖着手拍下了这幅画面，发到了业主群，随即有很多人响应了我。我家的也是，水果都烂了。我家冷藏的肉竟然有些发黑了，你们听说过生大米长斑点的吗？我正打算回复，群主突然给我们所有人都禁了言。接着老陆发来了一条新消息：亲爱的业主们，规则更新，家中不可以有尸体，否则会引来贪吃鬼。这条规则让我毛骨悚然，只听到窗外传来砰砰几声巨响，是重物落地的声音。我拉开窗帘，外面雾蒙蒙一片，小区绿化带边上出现了很多横七竖八的尸体。在生死面前，人果然都是自私的。我好庆幸自己是个单身狗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。这时门外又传来了敲门声。我是物业的，下面邻居反映你们家漏水。社区没有服务人员，若有人自称是服务人员，一定是冒充的。我想起这条规则，这时候开门就是傻子。突然门外传来一声尖叫，接着就是啃噬声。我心里咯噔一声，估计还真有傻子提心吊胆地熬过第一个晚上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下意识地就先跑到了厨房，打开冰箱一看，食物已经全部腐烂了，还隐隐散发着臭味，这可怎么办？正在我纠结时，门再次被敲响，我吓了一个机灵，什么玩意儿？敲了2下又没了动静。这时业主群再次传来消息：亲爱的业主们，规则更新，门口放有防护服和防毒面具，有效时间1小时，请在规定时间内回家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我屏住呼吸，大着胆子透过猫眼一看，门外果真放了一套防护服和一个防毒面具。我小心翼翼地把门开了个小缝，伸手把它们拿了进来。我发现门口李姐和邻居的尸体已经不见了。我现在有防护服，可以出门买食物，那就说明之前规则里大雾期间千万不要出门这条规则是假的。如果不出门，我估计也熬不过7天。穿好防护服后，我果断下了楼，走进超市，门口竖着一个小黑板：超市规则1，超市的肉很新鲜，但都不可以吃。2，蔬菜都是当天新进的货，可以放心食用。3，每个人只能买1天的量。4，超市每次只能供应20人的食物，人越少越好。看到最后一条，我顿时觉得毛骨悚然，这是让大家自相残杀呀！我看了看自己的小身板，感觉都不够别人塞牙缝的，更何况一栋楼起码有上百人，看着已经走进去了好些人。我麻溜地跟了进去，超市的门在我进去之后便自动关上了，而外面没来得及进来的人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里面。防护服和防毒面具的使用时间是1小时。我转头先去拿一些要吃的东西。我是个无肉不欢的人，看着新鲜的肉忍不住咽了咽口水，但规则里提到超市的肉不能吃，于是我艰难挪开了目光，走向了旁边的零食区，拿了几桶泡面。看到超市有卖南瓜饼，我下意识拿了几袋，为了节约时间，不敢在超市逗留。买完东西就准备离开，刚走到收银台就看到上面贴着的规则：1，超市的后门是商品运输通道；2，任何人都有可能是贪吃鬼假扮的，贪吃鬼喜欢吃肉，如果遇到危险，可以把身边的人丢出去。我看向旁边站着的几人，他们在看完规则后，主动往后退了几步，相互之间保持了一些距离。我拿出手机把规则拍下来，等平安回去之后再慢慢分析这其中的窍门。紧接着付完款，大家都默不作声地往后门走去。出了门，所有人如脱缰的野马，迅速朝家的方向跑。大家都穿着防护服，只要把东西藏好。雾这么大，很难有人认得出来。我刚跑出来还没有一会，就撞到一个瘦弱的姑娘，蜷缩在椅子上。我默默放慢了脚步，见我走来，小女孩可怜兮兮道：姐姐，我的东西被坏人抢走了，你能帮帮我吗？她满眼含泪地看着我，不禁让人心生怜悯。可一想到她可能是贪吃鬼假扮的，我当即忍下心，径直从她面前走过。她喊了半天，见我没理她，重新看向了后面的人，继续求救。突然身后传来一阵若隐若现的惨叫声，女孩果真的是贪吃鬼，我吓得一个哆嗦，赶紧进入电梯。在电梯门关上的前一刻，一个穿着缩小版防护服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，是李姐的女儿大宝。她一双无邪的大眼睛怯生生地看着我。小周姐姐，你看到我妈妈了吗？我妈妈上次出门就再也没有回来。我回想起李姐在我家门口发生的事情，心中不免有一丝愧疚。我咬了咬嘴唇，将南瓜饼递给她。乖乖快回家，妈妈去给你买玩具了，她让你在家等她，记住不要给任何人开门哦。那万一是妈妈敲门呢？大宝突然伸手拉住了我的衣袖，我吓得一个寒战，想到贪吃鬼有可能会伪装成任何人，猛地将胳膊抽了出来。妈妈有钥匙，会自己开门的，大宝乖，先回家。
别让妈妈担心。此时电梯门刚好打开，宝宝似乎没有看出我的防备，对我说了声谢谢后跑开了。我长舒了一口气，不知道把自己的食物分享给大宝会不会违反哪条规则。群里再次发来消息：亲爱的业主们，规则更新，家里也不一定安全，请提高警惕，因为贪吃鬼会假扮成你的亲人，但他们害怕一切可以反光的东西。看着这条规则，我一脸莫名其妙，这和家里是安全的这条规则相矛盾，到底哪一条规则是真的，哪一条又是假的？我忧心忡忡地打开房门，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映入我的眼帘，我的心跳如同擂鼓一般砰砰直跳。妈！叫了一声后，我立马清醒过来，因为我妈4年前已经出车祸走了。我做了你最爱吃的鸡公煲，快过来尝尝。我妈抿嘴一笑，还是以前的模样。我惊恐地看着她，一脸难以置信。这丫头傻了吗？赶紧进来吃饭。进门后，我僵硬地看着她在厨房里忙活，明知道她是贪吃鬼假扮的妈妈，但还是不自觉地红了眼眶。妈，我有东西落在房间里了，我去拿一下。我猛地转过身走向卧室，然后锁紧房门。就在这时，门突然被一股很大的力道推开，我妈站在门口直勾勾地看着我。门是反锁着的，她是怎么打开的？丫头，吃饭了。说着就朝我走过来。情急之下，我拿起床头柜上的镜子朝她照了过去。面前的贪吃鬼发出一阵奇怪的惨叫声，接着便原地消失了。隔天一早，防护服和防毒面具再次送来，我穿上小镜子去超市采购了一天的食物。我担心自己踩雷，每天都会把规则背上几遍，让他们烂熟于心。我发现给大宝食物并没有违反规则，于是每次去超市都会带一些他喜欢的食物回来，然后挂在他家的门把手上，待我敲5下门后离开。终于熬到了第7天，业主群已经解除禁言，但几乎没有人在群里发言，因为大多数人都因为违反规则死掉了。下午我刚买完东西准备结账，耳边突然传来一声惨叫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我就被人推倒在地，怀里的镜子也被摔得粉碎。再次起身，我发现一个男人提着一大袋肉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。他是贪吃鬼，如果遇到贪吃鬼，可以把身边的人丢出去。我震惊地看了一眼推我的人，他先是心虚地瞟了我一眼，然后迅速地跑开了。另一边的贪吃鬼则缓缓走来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小手突然拉住我，姐姐，跟我来。是大宝。接着大宝领着我来到超市厕所，贪吃鬼则在外面不断地砸门。大宝说：姐姐放心吧，他们进不来的。我惊讶地看着大宝，你怎么知道？大宝指了指一旁的马桶盖，马桶盖上方写着一条新规则：超市厕所是唯一可以离开小区的出路。大宝，你怎么知道这个？我颤抖地询问。其实我和妈妈已经玩过好多次这种游戏了。我赶紧拿出手机，把这条规则拍下来发到了群里。我们有救了，赶紧来超市厕所集合。很快便有人回复我，不要相信他在说谎。我亲眼看到他被贪吃鬼抓走了，可我明明被大宝救了呀。妈妈，我想喝南瓜粥。我不是你妈妈，我是你的小周姐姐。这一刻我顿悟了，大宝说他和妈妈玩了好几次这个游戏，也就是说，理解是上一次游戏中存活下来的人。现在大宝和我活下来，我就是他的新妈妈，而我则变成了下一个即将死去的理解。这是一个无限循环，要想逃出去，我和大宝只能活下来一个人，而大宝就是贪吃鬼。